杨紫的法令纹和邓威的圆脸，让我看到了长相思的本质。作为 Goose Manufacturing 工厂熟悉的宫里的主要大型创作 ，Sauvignon Blanc 在被罚下之前，经历了一段坎坷的街道。鉴于第一部作品的知名度，该舞台计划筹集资产。我希望欢迎知名艺人，但由于该小组没有在短时间内有效的确定，因此被一再推迟。大概在那个时候，当冠军是杨紫的时候，众人都觉得离谱了。大概从那时起，杨紫之前就有了紧密，而严丹也准备以可比的对象出现。假设小姚接管了这份工作，演技就会得到解决，变得真正同质化。然后到了那个时候，大家都知道了杨紫的协议终止，并没有重新建立环瑞，在自己的工作室继续她的演艺事业。接下来的节目是欢迎她很久的《长相思》。在被抓住的赌局中，她完成了一部分时间的拍摄。随着大结局的到来，画面中的杨紫感动落泪，大家似乎都明白了这部剧对她的意义。回头看全剧演员阵容，基层艺人都在演戏，熟练的还有一位留在班上的妈妈童华。冒险从一开始就是一吨。从这3个地方来看，《长相思》的一般性不会低。更重要的是，主打短片的到来，让每个人都对团队制作节目的真实性表示赞同。杨紫法令纹不言而喻，邓威脸上多处油光，后期团要求不要磨皮。作为著名的工匠，杨紫一度陷入了深深的外表不安。法令纹的正常发育使她在不孝的情况下异常烦恼。不久前，她还发了一条消息，要求粉丝们如何处置。大约在那时，粉丝们提议她通常很漂亮。还有，她或许当年真的很不情愿，但现在却有善举偏袒她。经商界前辈证实，比起外表，他们更注重团结的提升，而法令纹也不是真的刻意在意。剧中逆流而上是欢快的一幕，笑声越来越幸福。长相思初期男装中，杨紫饰演的闵小六双臂高举，笑着把镜头拍了起来，鼻子两侧的法令纹让人难以错过。有2个深凹的，后期他也没有被磨皮取出的打算。当镜头拍到邓威时，类似的油雾也不是那么完美。在轴下，从额头到脖子，多处都是油腻腻的感觉，鼻尖甚至有3层油的感觉。2位权威帮凶在后期并非没有得到倾向，而是从整体上看，整个人的脸色除了龙潭健二都白了几分，其余的都是黄色的。团队要求不要添加1层通道。在现在的华丽计划下，这群人的行为方式可能看起来很尴尬，但事实上这是最好的做法。毫无疑问，团队宁愿不考虑皮肤再生，他们应该使用附近的拍摄来制造场景。正是通过光与影的感觉，《长相思》才只是一部电影，让人看到了电影般的表面。适当的后期更改对收藏很有价值。一些现象级的作品利用前后声调的替代来让人群掌握人的气质进展。例如，如果你使用高度对比的品种协调，你通常会感到一种严肃和平静。然而，过度的逐轮廓修改是相当粗略的，拍摄状态不佳，后期直接修复。还有别的东西，那只是假人戏剧化的开始，现实的感觉成为了统治者。拍摄时，我实质没有尝试专注于图像的结构，艺人的状态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督，在后期就被固定了。节目越精彩，它出现的误导就越多。此外，在持续的感觉中，有一种对纤细的极端追求，因此被称为破碎。相应的，团队也追寻了方向，将形象中的艺人打造成了看起来好像他们在拍照。在军90中，无论角色是男是女，后期都要亮一2度。你怎么会在这样的节目中看到鞭炮呢？如此一来，相比于幻想的卓越，团队更好地处理他们的化妆品和拍摄程序。艺人的卓越可以在不依赖渠道的情况下重新建立。这种对真理的感觉是真正有根据的。02观察多年2的录制即将开始，每一位主力艺人都将回归。肖战是怎么变成烫手山芋的？观察多年是一部异常庞大的电视剧，其巨大的规模体现在2个观点上。从一个角度来看，情节的体积是巨大的，
电视剧《庆余年》改编自同名小说，但《庆余年一》只差了第一部33%的情节，而且是根据情节的小来策划的，在第一本书中。这部电视剧对于巩固剧情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。顺着这些思路，要完成第一部的每一个情节，你真的要拍不少于3个才能完成录制。话又说回来，角色非常庞大，首年多中的英雄众多，而且格外的私密。有创意的陈萍萍，崇拜不懈的李云瑞，有这么多肉身英雄，如果电视剧要续拍，召集第一批演员无疑是一项挑战。因为在媒体上，每个艺人的时间表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需要重新关注每一位演员、艺人。不可否认，其是具有挑战性的。幸运的是，目前的商业环境并不是很有希望，只有一小部分出色的冒险，而观察多年2无疑是一部令人难以置信的作品。因此，如果他们决定，大多数艺人实际上都希望返回现场拍摄。尤其是几位老艺人对工作的热情很高，所以人群中想必能看到第一位陈萍萍、李云瑞、青帝、肖恩等。光是严冰云的工作就变成了诸多疑问。重要的是，肖战饰演严冰云，肖战无疑是最有名、流量最多的艺人。通常引起不同的讨论很简单。肖战从《陈情令》一举成名后，议论纷纷。在面对肖战是否会回来继续演严冰云的问题时，通常会出现异常质疑的对话，是严冰云性格中与生俱来的不同辩题。严冰云在初期的情况是个好人，他作为间谍被驱逐出另一个国家。不过，严冰云的性格行为却引发了不同的争论。最大的讨论是，他利用了一位真正珍惜他的年轻女士的体贴。该设置使人群通常对此类角色有很多保护，尤其是在《守于岁月》开场的那一段，严冰云不顾他的善意，真的伤了他的师兄范闲。在背叛自己的后半生的基础上，又加上了欺骗兄妹的示范，这才真正让严冰云的地位更加显赫。几个重点：严冰云的不爽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。关于肖战会不会复出，成了《庆余年2》录制中最大的争论。肖战饰演的严冰云，你有希望继续看下去吗？03收获季节和冬天也可以穿出气质感，跟着杨紫穿成这样，华丽度又高了一个档次。如果是20多岁的小姐姐，随随便便的穿起来就能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气息，但到了30岁以后就不能这么随和了，理智的搭配才能体现出青春的魅力。温柔，考察杨紫的标准穿衣搭配，学完之后基本可以和她一样可爱了。一些女同伴认为毛衣是20多岁的年轻女士的服装，假设她们在30岁以后穿这样的衣服，她们会觉得过于幼稚。事实上，这受到内在思想的限制。既然能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，那有什么理由不戴呢？在毛衣的决定上，不管它是自由款式多长时间，他都倾向于穿着，无论他是否接近40岁。重要的是穿得更结实、优雅、温暖，毫无顾忌。看杨紫这件白毛衣穿上之后的冲击力有多大。这种白色的，然而即使是纯粹的深色，也可以更多地减少年龄，而且还会产生变薄的影响。假设再搭配稍微贴身的深色牛仔裤和类似品种的马丁靴，整体的胸围效果会非常好。无论身材是不是很大，同样可以让身材看起来更吸引人。所以不管多长时间都是毛衣的自由演绎，选一个有实力的品种。在上面举个小例子比较好，再搭配合理的牛仔裤和鞋子，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有活力。毛衣的选择过多，如果它们没有按预期匹配，它们将制作 S 看起来膨胀了。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挑选毛衣的时候要注意领子的状态。如果你选择了一件半高领的毛衣，你的脖子会显得特别短，特别是对于个子不高的小姐姐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看杨紫的决定，尽管她几乎有1.7米高，但为了突出她的颈部区域，她选择了一件领子普遍较低的毛衣。从视觉上看，除了脖子长了一些，
整个人看起来更精致了，灵魂也升了起来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善变，看起来更高，那么一件低领毛衣或 sleepover 毛衣是最好的选择。显然，如果毛衣是色彩丰富的卫衣，内层不宜过分奢侈。如果你有任何犯错的欲望，那么白色的内层是最合适的。看杨紫的这身打扮，真的是时尚又吸睛。在初冬和冬季，当众多的女性同伴挑选外套时，她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会挑选暗淡的品种，因为它们会很贫瘠，而且不透土。尤其是体重在100以上的女士，如果身高在1.6米以下，就不会选择长外套了。由于她们认为这让她们看起来像年轻人，她们可以看到可爱的长封面的价值。其实看杨紫的穿搭，长外套让她看起来更苗条，同时也让她的个子更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挑的外套很长，但款式和搭配却是非常令人费解。比如这件深色的大衣，同样搭配深色的衣服，但是她把头发扎了起来，整个人显得格外的新潮。在收获的季节和冬季，杨紫的穿搭并没有让她感到膨胀。上述匹配策略和每次匹配的影响都表明她处于时尚行业的前沿。所以即使是30岁的女伴，也能想出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火热，目标是可以更加确定。